本节目由 Dash Streetwear 赞助播出。这样还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观众呢，请记得马上 search Alexa Dash，然后按一个 follow，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。欢迎收看本期的 Lex Tech， 我是 Alex。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还有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哦。首先呢，我是想非常感谢大家的，是因为我终于有2个 video 是突破了10K 的那个点击率啦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2个星期内，我也从300多的订阅者升到去直接突破500订阅者啦。然后为了感谢大家嘞，我有办了一些的粉丝的回馈的小活动的，这样你们继续往下看啊。这样其实 Apple Watch 讲真的是 iPhone 用户们的一个智能手表的不二选择，这样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选的啦。这样它流畅的作业系统，然后那个优雅的外观设计，还有一大堆可以自己去客制化的那种表带，这里就插一个广告啦。你看看这一个表带多么的美，这个其实是我业配的一个表带来的，这样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这一个人哦。这样它的价格其实蛮低廉下，而且有非常多的款式，颜色总共有经典黑、卡其色、草莓色、冰洋色，还有这个孔雀开屏色。这个是11月17号开始预定的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是准备给那种准备要入坑 Apple Watch 的朋友们呐。其实 Apple Watch 到现在很多人都是不知道，其实它里面真的是有一点非常多不同的实用的小功能哦。像这种小功能，或多或少对你的生活来讲，可能真的是有用到的啦。这样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始吧。按下下一摆灯，一个小小的 App 管理就这样跳出来啊。App 管理这个小功能，也许你会觉得很熟悉，可是好像不怎么用，对不对？这个功能其实跟 iOS 的 App 的切换器很相似，但是真的，这个小功能连我也不会用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它其实是一个蛮有用处的一个小功能，你觉得如何呢？这样首先你打开你的 App 管理，然后再切换去 Recent to 这个 Favorites 里面，再加几个你常常用的 App 进去，就大功告成啦。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都会放 Workout 啊、Music 啊、Message 啊、WeChat 这样子，这些我常常会用的 App 进去，轻轻按一个 Side Button， 这样你选你要用的 App 就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Apple Watch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机器，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模组放进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包括声量不错大的喇叭，当信息弹出来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。但是如果一直有信息进来的时候，或者你在开会这个动人的声音突然间就会觉得很烦人了啊。不止如此哦， Haptic Touch 的震动感也是非常强烈的。这个时候你就要善用你的静音模式啦。首先从表面的下方拉上来，然后再按下这个小铃铛，顺带一提也按我的小铃铛啊。静音模式启动的时候呢，手表就会轻轻的提醒你。除了静音模式，其实小铃铛下面还有2个面具的图案，这其实就是我所说的戏院模式啦。点进去之后会有什么呢？就是之后有什么信息通知发进你的手表里面，你的手表不会有任何的震动还有声音回馈，除非你点击手表表面。这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时候，是在你开会或者是看戏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，都真的非常实用。如果你的 Apple Watch 使用的作业系统是 WatchOS 5以上的版本那你真的也许会喜欢这个小功能哦。以往呼叫 Siri 都要长时间按那个表冠，像现在只要抬起手并靠着你的脸开始讲话，就可以跟 Siri 沟通了啦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功能，尤其是驾车的时候，因为抬起手就能叫 Siri 执行任何的操作啦。讲到我最喜欢 Apple Watch 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不需要那么依赖手机啦。例如回复信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抬起手写几个字发送出去，就这样子，够简单吧？不论是华语还是英语，都是妥妥的没有问题的，真的是够力方便使用嘞。虽然这个对于长篇大论的信息来说还是不方便的功能来的啦，但是通常往往回去 on the way 或者是 OK 这样子的简短的信息，还是非常实用的。控制中心其实有非常多日常会使用的一些小功能，但是你知道其实你可以客制化的吗？控制中心拉到最下面，再点击那个 Edit， 你就可以随着你个人的喜好重新编排你的控制中心了。我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，Apple Watch 最烦的地方就是，如果要打开控制中心的话，要从
表面你打开。这样我告诉你，其实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嘞。即使你在用着其他的 app 的时候，只要长按下面就会有一个震动反馈跳出来，然后你的控制中心就这样子跳出来了，怎样？很实用是不是？除此之外嘞，你长按上面那个通知中心也会弹出来的。你们每天看那些广告，那些人跑步不带手机，只带 Apple Watch， 但是他们也可以不断的切换歌曲，这样你知道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吗？你肯定会告诉我是cellular版本才可以做到。这个方法其实不是不行，不过非常的耗电，而且稳定性那一方面非常的不可靠。今天教你的方法就是把全部你想听的歌放在个 album 里面，然后在 iPhone 里面的 Watch App 把你想加进去的 album 同步化，然后等全部的歌曲成功同步到你的手表里面，这样以后就算你把你的手机放在家里，你也可以放进去跑步啦。还有一个我觉得不用真的很浪费的功能，就是那个转播功能啦。用手表听电话的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，我也相信用过 Apple Watch 的人也非常喜欢这一个小功能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突然间要去一个很潮的地方，或者是你突然间要聊很久的时候，这样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拿起你的 iPhone， 点击左上角青色的那个 icon， 然后切换那个设备，就可以无缝切换继续你通话了。这些小功能其实虽然说可能对你不怎么样，但是如果你好好利用的话，其实它也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帮手来的啊。还是老规矩啦，我们留言一起讨论看看吧。这样现在就是你们最爱的粉丝福利环节啦。今天呢，我要送的就是总共有2个产品，分别就是小米 True Wireless AirBud Basic， 还有一个就是Mi Sport 的蓝牙耳机啦。那参加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罢了，就是按赞这个视频，然后呢就是 share 去 Facebook， 然后把你 Facebook 那个 link post 去你的 comment 那一边，这样我就会在下一个视频公布那个得奖者的名单啦。这样感谢今天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吧，拜拜。